今天我们来解读一部世界名著，那就是由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所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悲惨世界》。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文学巨著。本书的主人公叫做冉阿让，他是一个贫困的小市民，老实本分，并且具有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很多优良品质。但是有一天，叫做冉阿让的这个黑暗的社会让他失去了工作。可是姐姐一家人已经饿肚子好几天了。冉阿让为了救活自己的7个小外甥，他被逼跑到面包店偷了一个面包，不幸被人发现，因此被判入狱5年。在监狱当中，冉阿让学会了读书写字和思考。对自己这5年的苦力判决，他感到了极为的不公平。出于对司法的不信任，冉阿让多次越狱都被抓了回来，前后一共在牢中做了苦役整整19年。这19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让冉阿让往好的一面改变，反而变得仇恨起来一切。他不相信任何人，变成了一个孤独而凶狠的男人。出狱之后，冉阿让被附上了另一个人的罪名，永远被社会视为危险的人物。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即使同样是做苦工，假释犯得到的报酬也只是别人的1半而已。不甘心被人如此欺负的冉阿让感到十分的苦恼。正在他感到心灰气馁的时候，冉阿让遇到了米利埃主教。好心的米利埃主教收留了他，并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。他还把招待客人用的银餐具拿出来，与冉阿让共进晚餐，留他住宿。这也是冉阿让19年以来第一次睡上了床铺。当天夜里，冉阿让再次犯起了罪，他偷走了主教用餐的银器，但是第2天早上就被警察押了回来。关键时刻，善良的米利埃主教声称银器并不是冉阿让所偷，而是自己送给他的，并且连银烛台也一同赠予了他。就这样，才使冉阿让免于了再次被捕的命运。主教抛弃法律，为了信仰和道德做了伪证，宁愿自己承担撒谎和不诚实的罪过，也要拯救冉阿让的灵魂。冉阿让被这位主教的宽厚和爱心所感化了，他获得了新生的勇气，决心从此去恶从善。之后，冉阿让改名换姓，化名为马德兰，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。他改革了烧料细工的黑玻璃制法，用油胶代替了树枝，降低了成本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振兴了小城的轻工业。冉阿让一直都没有忘记主教的期望，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。他的工厂招人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做诚实的男子，做诚实的姑娘。他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，为穷人和慈善花费了上百万法郎。他扩建医院，修建学校，建立孤儿院，建立老人和残疾人的救济金。他的善举让他得到了大家的爱戴，并且最终评选上了市长。也在此期间，冉阿让认识了妓女方婷。方婷是一位女工，她真心爱着一位大学生，并且以身相许，失身怀孕了。但是这个大学生却是逢场作戏，不久便弃她而去了。方婷生下了女儿科赛特之后，不敢返回家乡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方婷认识了泰纳迪埃一家。为了有时间赚钱，于是就把女儿寄养在了泰纳迪埃家里。这夫妇俩也同意收留小科赛特，这其实也是为了骗取一笔钱还债而已。小科赛特慢慢长大了，夫妇俩人想尽办法，以各种理由要方婷寄更多的生活费。一方面骗方婷说她的女儿过得幸福，另一方面却随时随地的侮辱虐待殴打着小科赛特。方婷把女儿托付给泰纳迪埃一家之后，就来到了一家玻璃制造工厂工作。工厂的老板正是马德兰，也就是冉阿让。方婷来到工厂之后，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。每月他都会给泰纳迪埃夫妇写信寄钱。慢慢的，他的美貌引起了当地众多恶妇的嫉妒，他的行为也成为了他们议论猜忌的对象。终于有一天，
一个名叫维克图尼安太太的人查到了方婷过去的经历，将她私生女的事情揭发了出来。厂长冉阿让得知了此事，于是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，给了方婷50法郎，让她离开了。从此，方婷开始了她悲惨的人生。她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和寄养在别人家的女儿，所以只能以死法郎的方式卖掉了自己的一头秀发，以40法郎的代价出售了自己的2颗门牙，最终沦为了一名娼妓。冉阿让知道了方婷的真相和她悲惨的遭遇之后，感到十分内疚，也深深被她所感动，于是决定要照顾她母女俩。有一次，方婷受到了恶少的无情捉弄，她奋起反抗，反而被警察贾维给监禁了起来。此时冉阿让出面干涉。贾维其实就是冉阿让在监狱中的警长，他一直认为罪人永远都是罪人，一直对冉阿让穷追不舍。碰巧这个时候，贾维认出了马德兰就是当年的苦刑犯，于是他写信告发了冉阿让，但是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理睬。冉阿让将方婷救出之后，把她接到工厂的诊所里面请人照顾，同时又给泰纳迪埃夫妇写了一封信，还寄了一笔钱，让他们把小科赛特送过来看望他病重的母亲。但是贪婪的夫妇却一再的拖延，用各种名目骗走阿让一次又一次的寄钱。眼看方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冉阿让十分着急。正当他为此事伤神的时候，另一件烦心的事情又接踵而来。当地一个叫萨马迪厄的老头被当成了冉阿让，正在接受审判。冉阿让于是陷入了矛盾的挣扎之中，如果承认自己的身份，则会被捕，无法照顾方婷母女；如果不承认，一个无辜的人就会为自己所累而被入狱。最终，良知战胜了一切，他毅然走上了法庭，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冉阿让因此又开始被通缉，他来到了方婷的家中，贾维带人前来逮捕了他。方婷因为病情加重，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儿，受到刺激而死去了。临死前，他将女儿托付给了冉阿让，冉阿让也再一次被投入了监狱中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冉阿让就从监狱中逃了出来，他立马去找方天的孤女小科赛特。几经波折之后，他终于在圣诞节找到了正在泉水边打水的小科赛特。冉阿让跟着小科赛特回到旅馆之后，他亲眼目睹了女孩的悲惨生活，于是他立即从很多夫妇俩的手中救出了可怜的小科赛特，带着她来到了巴黎。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，冉阿让带着女孩逃进了巴黎市郊的一个修道院里，在那里将她抚养成人。他们2人在那里过上了暂时的平静生活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几年之后，平静的生活再次起了波澜。长大后的小科赛特因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与他有共同思想的年轻人马里尤斯，2人一见钟情。起初，这位共和派的青年并不知道他爱上的这名少女叫做科赛特，也不知道与这位少女在一起的先生就是冉阿让。马里尤斯找到了科赛特的住处，向他倾诉自己的钟情，2人开始约会。然而马里尤斯的外祖父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，于是他们陷入了困境。马里尤斯决定与外祖父决裂，于是在1832年的6月投身到起义中。与此同时，冉阿让也得知了科赛特与马里尤斯的恋情，感到非常震惊，因为他知道马里尤斯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救命恩人。冉阿让也参加了战斗，放走了被俘虏的警长贾维，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。这一行为感动了贾维，使他相信即使是犯过错的人也可能会醒悟，重新做人。战斗异常激烈，许多战士不幸身亡，马里尤斯也身受重伤。冉阿让从下水道将他救出险境，送到了外祖父的家中。冉阿让见到身受重伤的马里尤斯，也在他的怂恿下决定向他坦白自己的身世。马里尤斯得知冉阿让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救命恩人后，大为震惊，对冉阿让产生了复杂的情感。然而这一真相对于他来说并不容易接受，他开始疏远冉阿让，
甚至连那名他辛辛苦苦带来的宫女也误解并离开了他。多年来，冉阿让一直在舍己救人，但最终却连多年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也误解了他，这使他感到非常伤心。他的情绪开始变得沉重，健康也日益恶化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马里优斯终于知道了冉阿让的身份。他意识到自己爱上的女子正是冉阿让一直在寻找的人，于是他决定与冉阿让一同居住。然而，此时的冉阿让的生命已经垂危，最终在科赛特和马里优斯的怀中与世长辞。有人说过，善良能够抵抗心灵和肉体的创伤。冉阿让懂得了爱他人和爱自己，倾尽一切去帮助他人，收获了爱和尊重。最终，在苦难的磨砺中，他完成了自我的救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命运不公，我们仍然应该相信爱与善良，坚持正道。经历的所有苦难，终将在某个时刻得到加倍的补偿。最后，小编深感感慨，我们的世界中既有像方婷一样穷苦的人们，也有像泰纳迪埃夫妇一样利欲熏心的小人，还有像主教一样充满博爱的人，像马里尤斯一样为爱痴狂的人，以及像冉阿让一样改过从善成就伟业的人。公平、自由、博爱是每个时代的追求和信仰。雨果虽然已经离世，但留下了光明与自由、仁爱与善良的思想，将会代代传承，永远铭刻在历史的史册中。关注订阅达摩读书会，让你风生水起。